这个军演对未来影响会非常非常大哦。今天只是一个开始，难道对方是毫无缘由的发动军演吗？不是哦，今天是我们先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对方才有这个动作。台湾已经正式的走上了乌克兰化，史上最台独的背后就是史上最切割，它完全跟中国切割，连中华文化开始切割。模糊就是要减少两岸的一个硬冲突，赖清德等于是把这所有模糊都不要，比蔡英文更狠。他在没有做这个政治动作之前，他已经定位了两岸关系是两国，而且我们跟对方是互不隶属的两个国家。其实美国的角色，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感到担忧。美国一直强调2758决议，它是要操作一中一台，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台湾推上了一个跟他们的中国抗衡的一个平台，这也是复制了乌克兰初期的一个模式。我们的命运已经被美国端上台面，就跟当年的俄罗斯一样，美国就是要把大陆框进来乌克兰模式，我们台湾绝对不是乌克兰，绝对不能让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任的民进党籍的总统哦，第一个是当然是2000年的陈水扁，第二个是2016年的蔡英文哦。这个2000年陈水扁跟2016年蔡英文在第一次就职演说的时候，他们对大陆都是释出善意，而且他们的用语，那个义修哥，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用语哦，都是叫对岸或者是大陆。对哦，因为根据我们的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们是大陆地区，我们是台湾地区嘛，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用对岸或大陆，而且蔡英文还有提到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陈水扁有4不1没有，就是不会台独哦，然后有一个很具体的承诺，但是到了赖清德这一次完全都没有。第一个，他不但没有陈水扁的4不1没有，好，他这个没有任何承诺。他也没有再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然后他通篇都用中国。这个各位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跟这个大陆有什么不同哦。当我们用中国这个词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不是中国，他们才是中国。但是根据我们的宪法，我们就是中国，他们只是我们的一个区叫大陆地区，这是我们的宪法规定哦。但是因为大家的生活这个约定俗成比较好讲，我们就说我们是台湾人啊，或者是他们是大陆人啊。可是当你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就职演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而且是在赖清德总统刚刚对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就职，才不到1个小时，你走出去总统府的户外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这么庄严神圣的一个时刻，你居然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你叫对方叫中国。然后进一步诠释，他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我们中华民国互不隶属。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是踏踏实实的两国论呢？因为他在他的定义，他把现状定义成我跟这个对面的叫做两个国家，他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叫中华民国。但是呢，赖清德又补充了，我们可以叫中华民国，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也可以叫台湾，都是国民啦，随便你们。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他用这几段式的连结说，其实中华民国我只是一个名称啦，真正的名称叫台湾啊。但是因为呢，现在我没有办法去修宪，然后加上这个国际情势我就委屈一下，我可以叫台湾，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也可以叫中华民国，但最后我就是台湾。因为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最后的结语就是母亲台湾，只要你认同台湾，你就是台湾人。反过来说，只要我认为你不认同台湾，你就不是台湾人。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论述，所以史上最台独的背后就是史上最切割，它完全跟中国切割，不只是中国大陆哦，连中华文化开始切割。他在没有做这个政治动作之前，他已经定位了两岸的关系是两国，而且是我们跟对方是互不隶属的两个国家。这个其实违反我们的宪法。果然，刚刚义修讲了马上这个今天开始，大陆就要举行前所未有的军演这个军演对未来影响会非常非常大我们可能这个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要用很沉重、很严肃的心情来面对，把两岸分治的历史事实，现状事实，把它呢更改成为所谓在政治主权上的一个认定。这是完全两件事。这代表什么？你把政治给浅碟化嘛，你把政治给摊薄了，你把它
本来有可能有的一些空间，政治上的空间，我们用台湾话说叫阿 sobi 啦，就是这个阿 sobi， 你把这个空间弹性空间给消失了。当然，可能现在因为这个92公司被说得很臭嘛，所以很多人都没去讨论。92公司当年可是被老美的这些学者认为说，哇，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性的模糊的杰作，他用 masterpiece 这样的形容词。对，好，那用这样的去讲，那为什么要模糊？因为模糊就是要减少两岸的一个硬冲突嘛。对，本来是这个样子哦，但是现在呢，赖清德等于是把这所有模糊都不要了，比蔡英文更狠。切得更干净，说得更清楚哦，这也造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那接下来两岸还有任何空间吗？那就讲白了，那就剩对岸就是要回应嘛。那这个回应，我们当然是不乐见两岸动干戈，可是对岸的回应一定是物理的回应，因为他发现现在对你最有用就是物理回应嘛。因为老实说，今天的军演，今天难道对方是毫无缘由的直接就这样子发动军演吗？直接来所谓的入侵式的这样的军演吗？不是哦。今天是我们先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对方才有这个动作，就像裴洛西来台一样。这个新上任的政府并没有顾及到两岸的稳定，他也没有顾及到台湾人的利益，他只想到选举。所以他运用这样子的这次的就职演说的操作，果然激起了今天的军演。到时候他们一定操控说中国现在要来打台湾哦，谁敢出来说我是这个呼吁要两岸和平的，都是出卖台湾的。未来他会继续绑架，他用这个军演，或者是觉得说，老共一直这样子欺负我们台湾人，这样的情绪勒索，不断去绑架国民党，然后去裂解国民党跟民众党，这样他在2026年的地方选举，他就可以斩获，然后进而进攻2028。赖清德即使蓝白合，他也要复制2004年陈水扁面对国亲合，他还是照样赢。他运用这样的一个裂解的方式，只有操作统独才有办法裂解。那以第一步，而且故意用中文的声明正式发声，用 AIT 代表一件事，就是我没有给你任何模糊空间，没有什么英文翻译不对啊，什么都没有。对，因为外交上是这样，我用我的语言发表，就是我要保留一点模糊空间嘛。对。那我用你的语言发表，那我就是意思就是我意思就是踩死了啦。对，踩死了。其实美国的角色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感到担忧昨天那个赵春山老师告诉我，他说他观察美国最近的行动他说这个美国最近一直在强化联合国2758号决议。赵春山老师的解读是说，美国一直强调2758决议，他是要操作一中一台。对，一中一台就是美国至少是拜登政府的目标他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台湾某种程度上这个推上了一个跟中国他们的中国抗衡的一个平台，一中一台。这也是复制了乌克兰初期的一个模式，美国的民主党政府的操作模式很类似，一步一步先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来这个又产生变故之后，慢慢的把你推上代理人的位置。对，他怎么知道说不会发生擦枪走火？难道他跟美国有针对这个部分交换意见吗？那美国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要非常的注意美国的角色，包含这次军演之后还有这次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到底美国是事先知情还是其实不知道？我敢讲100%知道，而且知道的字字斟酌，100%命中。蔡英文到这个赖清德，他们民进党政府是怎么跟美国人沟通的？他用很简单的语言嘛，我说我要维持现状，美国人听他谁现状就很开心，然后他不懂现状已经被蔡英文用他的各种方法操作去慢慢改变了，他否定9·2共识，去中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切，把现状改变了。今天赖清德更是粗暴，他直接宣布我们是两个国家的关系。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命运现在已经被放到了一个危险的一个平台了。因为当今天的军演启动，而且是 A， 会不会有 B， 会不会有 C， 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命运已经被美国端上台面了。就是乌克兰模式，美国是如何适用在台湾？而为什么要适用乌克兰模式呢？因为乌克兰模式是，如果台湾现在台海发生战争的话，那拜登连任当选机会就会上升，所以美国是愿意的。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美国前外交官在那边装傻，我认为是装傻了，因为美国人装傻一流啦。
在台湾有2个人英文绝对是合格，而且对赖清德的讲稿应该都有过目的权利。谁？一个叫萧美琴，一个叫做蔡英文。难道他们不会跟美国讲出这一些吗？我都不相信。台湾已经正式的走上了乌克兰化的第一步，这个很重要。刚刚那个历史哥讲的几个点哦，台湾慢慢在发生。当时这个2014年之后，乌克兰开始出现了所谓的纳粹化，亚速营去所谓的整肃那些亲俄人士。那赖清德总统在就职演说说，他要强化国安法治，而且当时之前他讲洗涤人心嘛，重建社会嘛，我有点感受到那个气氛迎面而来了，就是说对这些台湾内部主张要走两岸和平路线、要避战的人他们慢慢就会说你们是中共同路人，这个方法是很像的。那当台湾这样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内乱之后，大陆如果又有一些动作，就跟当年的俄罗斯一样，美国就是要把大陆框进来乌克兰模式。其实现在包含这个我们开始要谈什么协议，到这个去挑动所谓的这个亲中人士要去把所有的跟政府看法不同的人都定位成所谓的中共同路人，这样的一个路径加上美国暧昧的角色，拜登急于胜选的一种，加上这个中东跟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残局，他们的这个无力回天，他们想要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就是在台海，所以各位这个国人朋友要尽量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台湾绝对不是乌克兰，绝对不能让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这是从今天开始大家要谨记在心。其实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啦，这次军演如果稍微有军事常识或者是对这事有关注的人，甚至你只是一般老百姓就知道，哇，这军演逼太近了吧？这样的距离在现代战争的军武当中，它几乎等于是零距离，因为它一个拐弯，飞机一个拐弯就进来了。对，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实质的军演内容，它会怎么做，因为它可能他宣布的跟它实质也不一样。文安不代表武不赫啊，但你可以说文安武软嘛，对不对？你可以说他是软脚虾，他是纸老虎，你都可以赌，没有问题，你都可以赌。但是你拿上赌桌赌的是全台湾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这才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当然，我们这样批判他，也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批判我？两岸就互不隶属就是事实啊，有什么好说的？两岸分治是事实，不代表互不隶属是事实。他是说两国互不隶属，是两国嘛？对不对？你把两岸变成两国，那这种定义上的差异，但是它就是透过所谓的政治浅碟化然后透过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渲染民粹主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粗暴化，不是简单化，是粗暴化。对，问题一样复杂，但你可以粗暴。对，民进党现在开始发动了所谓的民粹认知作战不只是两岸他国会也是一样。你看，你有看过一个执政党发动群众去包围立法院、包围国会的事情吗？而且他们推动的法案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每一条都是民进党要修的。你刚刚讲的没错呀，无论是在两岸议题上，在国内议题上，赖清德都是选择冲、选择撞、选择战。这个其实对未来的国内跟国外的情势都非常的凶险特别是现在中共发动史无前例的军演这只是 A 而已未来 B 会不会有 B， 会不会有 C会不会有 D， 我们都要密切关注。这个线上留言的，像这个肖永峰他说误炸真好笑，对阿三丢石头木棒打架，对小飞只敢喷水，台湾国际影响力比他们大得多，炸一炸，炸看看真好笑，对，都可以，没有，我觉得我都尊重你这种说法，那没有问题的，你都可以做出你的选择，没有问题，不会有人阻止你，你要每天在网络上怼天怼地怼空气，怼上怼下怼我，都没有关系，这个都可以，因为你都可以发表你的言论，因为这台湾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你爱怎么在网络讲的雄壮物也可以，你也可以赌说没问题，老公就纸老虎软脚虾，我已经讲好几次了，那如果不是呢？那代价谁付呢？代价可能也不见得是在网上动嘴炮的你付，可能是你家隔壁虽尾道人小明付，因为炸弹刚好掉到他家，不知道，所以到了，这是没有办法。